大家好，视频的开头先说说今年端午假期发生的两件极具信号意义的事情。一是有网友随手晒了端午节单位发放的礼盒，较往年缩水严重，引发数万网友跟着倒苦水。二是今年的端午假期依然延续了此前的旺丁不旺财消费主基调，出游人数同比2019年增加 14.6%， 但是人均消费却只恢复到2019年的 89.5%。格隆会统计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四大节日旅游出行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 28%， 但人均旅游支出仅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88.5%。两件事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，这和收入和预期有关。直白点说就是大家都没钱了，都在搞支出紧缩。实际上，现在不光是私人企业注重开源节流，国企央企也在压缩支出，党政机关更是每时每刻都在宣传过紧日子的重要性，有些地方的领导更是把省钱当口号在喊。之所以提端午假期出游消费的情况，是因为假期消费市场是判断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指标。继五一之后，端午再次呈现量升价跌特征，说明大家更关注性价比了，或者说是开始降级消费了。事实上，宏观消费层面的情况也不太乐观。4月份社销零售总额增长乏力，同比增长 2.3%， 自去年11月以来4连降，其中餐饮收入更是出现了增速过山车，去年后4个月是一路飙升，今年前4个月则是全速下降。4月份社销总额仅同比增长 4.4%， 创下了过去16个月以来的新低。之前的视频我们就说过，现代人们除了正常上街吃点喝点之外，在其他消费方面展示出了极端的克制和隐忍。与此同时，居民部门的存钱热情仍然在狂飙，今年前4个月，住户存款又增加了 6.71万亿。消费的善变将中国经济的放慢趋势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们无法从光怪陆离的事实中抽离出普适性的规律，只能将表征的一切差异归结为开慢车新周期的到来。这几天茅台出现的黄牛跑路事件，也是中国社会整体消费力下滑的缩影。现在不光是中低收入者、中产的消费能力在直线下降，有钱人也不敢消费了。其实今年所有贵的商品都不好卖，前有保时捷销量大降，现在又迎来了茅台降价黄牛起义。不出意外，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高端奢侈品守不住底线开始降价。原因无他，这几年各种资产都在去金融化，各种理财产品都跑不赢房贷，这些被吹捧起来且毫无技术含量的高价消费品，只有降价这一条出路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是，财政部公布的4月份全国彩票销售额又同比增加了 10.2%， 1至4月同比增加 297.73 亿元，增长 17.0%。2023年全国共销彩票 5796.96 亿，同比增长 36.5%， 今年彩票又要卖爆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答案我在之前几期的视频已经给出了，青年人就业日趋严峻，未来10年每年有1000多万大学生嗷嗷待哺，中年人失业，应急铁人3项，网约车行业饱和预警，司机3年翻一番，僧多粥少，日均订单不足鼎盛期的1/3，老年人委身于吉祥三宝，60岁以上基本没有收入来源。概括而言，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，连日常不起眼的工作都要靠抢才能获得，说明底层人员的生存成本边界线已经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了。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更让我看到普通人未来处境的艰难。一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将在更多城市普及，取代网约车和出租车或势不可挡；二是货运行业也在推进无人驾驶技术，不久的将来卡车司机的工作可能也将不保；三是美团外卖无人配送开始上线运行了，谁也想不到挤掉外卖小哥饭碗的竟然是自家平台。综上，彩票几乎成了全类最不受影响，甚至还在逆势增长的消费，这背后其实是缺钱的人想挣钱，想实现阶层跨越，但是却思而不得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2块钱的赌注上，究其根本是经济增长放缓引发的就业艰难和收入下降问题。有人斥责彩票是智商税，其实不然，这和那些崇尚名包名表名酒的人无异，这两类人消费的逻辑其实有相似之处，都是为了实现阶层的跨越。究竟有多少人能够靠这些特殊的商品实现目标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向人们提供这些商品的供给方已经赚得盆满钵满。彩票的热销再一次说明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贩卖希望更好赚的生意了。有人可能看得一头雾水，这些和今天视频的主题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，而且关系密切，房地产可是内需之母。如果你要写房地产，就不能只写房地产，因为只以房地产的问题去看待房地产是片面的，我们要结合经济、财政、消费以及基础设施等全面进行解析。传统的靠卖房子解决就业，靠卖土地充盈财政的接盘游戏玩不转了，影响的不仅仅是土地里刨钱的生意，还有数以亿计人的就业和收入。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行业或者产业，过去10-20年的辉煌故事，一夜之间变成了事故，许多劳动密集型行业也开始变成了知识密集型行业，房地产衰败都是其根源之一。再说具体点，这一切其实都是房价不涨闹的，因为我们的举国发展模式都是建立在房子不缺人买，房价持续上涨，土地源源不断被拍走，
地方财政有支撑的前提下，就连我们今天不忍直视的就业和消费市场，另一头都连接着房地产。仔细回想一下，30年前，正是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，土地金融作为城市发展的最主要手段被使用。我们买的房子的价值来自公共服务，这是城市土地价值的唯一来源。无论道路、管道、公园、绿化、高铁、地铁、机场、学校，亦或是饮水工程、送气工程等公共服务，都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性投资。这个一次性投资均来自于土地，而原始积累一旦完成，就会带来持续的税收。聚焦到微观层面，过去20多年，正是房地产的突飞猛进，才让亿万家庭买房挣了钱，实现了财富滚雪球。一言以概之，过去20多年，上到中国经济发展，中到地方财政来源，下到与14亿国人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、消费市场发展、个人财富积累，都建立在房地产狂飙猛进发展的基础之上。2021年是房地产的巅峰期，这一年商品房销售额攀升至18万亿，全国卖地收入也强揽8.7万亿，房地产业增加额占 GDP 的比重接近 8%， 创历史新高。然而好景不长，2023年全国卖地收入降至 5.8 万亿，相比2021年高点少了 2.9 万亿，叠加商品房销售额2年减少近7万亿，这两个数字差不多是2023年全部财政收入的 34.5%， 这让很多地方甚至是全国的财政都陷入了无钱可用的困境之中。我们通过今年前4个月的国家账本也能管窥，1至4月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万0926亿元，同比下降 2.7%。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万3484亿元，同比下降 7.7%， 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万2158亿元，同比下降 9.3%，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万0536亿元，同比下降 10.4%。当卖房和卖地慢下来了，除宏观经济表现出来的增速下降之外，更多的是各种赖以维系的利益链条开始混沌，即当从土地里刨钱的生意做不下去之后，各种后遗症就开始显现了。首先就是各种涨价，起初还只是水电燃气涨价，重庆、广州、成都、深圳、福州等100多个市县都已经涨价或者发布了涨价方案，后面干脆直接摊牌了，高铁、地铁、公交等也跟着涨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水费涨幅在 20% 至 30%， 高铁费涨幅在 20% 左右，燃气费涨幅约 6%， 而电费的改革方案则以调节峰谷时段和浮动比例为核心。民生基础物资涨价，原因无非就2个，一是房地产日渐式微，财政捉襟见肘，政府补贴发不出来了，只能通过提价放大利润，弥补补贴不足的损失；二是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拉升 CPI， 即所谓的公共事业涨价，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通胀弹性。结果通常是加剧社会问题，比如居民生活成本增加，1块钱的公交和70元包月卡，以后大概率都不会再存在了。其次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过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日子，想再过回精打细算的日子是很难的，个人如此，政府亦如此。翻看过去2年的账本，不难发现，地方财政收入虽然大幅锐减，但是支出仍然保持较高幅度的增长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钱从哪来呢？澎湃研究院通过调研55个长三角城市和万亿城市，为我们揭开了冰山一角，大中小城市伐没收入普遍增长。长三角41个城市中，除去上海和滁州不公布数据，剩下39个城市中有28个2024年市级口径收入总额上涨，其中个别城市上涨幅度明显，比如舟山伐没收入同比增长 31816.70%， 池州同比增长 984.42%， 连云港上涨 191.32% 等。在万亿城市中，伐没收入也有普遍的增长趋势，尤其是烟台和青岛，伐没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120.2% 和 72.97%， 在万亿城市中分列第1和第2。伐没收入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非税收入中的一项，反映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款、没收款、赃款、没收物资、赃物的变价款收入。它一直都是财政话题里的高热度类目，究其根本是它一头连着数以万计的普通老百姓和企业的生计，另一头连着政府的财政收入。尤其是当罚款与执法部门和执法个体有一定的分成关系，或者对执法者存在罚款指标要求时，就更增加了罚款处罚的机会。靠增加伐没收入来填补市场低迷引发的房地产相关税收下行，土地出让收入锐减，早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。2008年、2014年困难时期都干过，这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。面对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，地方政府会否转变发展模式尚未可知，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，那就是短期内地方一定会寻求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作为替代。再有就是各地大张旗鼓的搞精简瘦身运动，这也是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之后的又一个后遗症。从媒体报道来看，湖北、山西、黑龙江、河南等省的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新一轮机构改革。以山西楼烦县为例，该县完成53个涉改单位挂牌工作，
整合撤并33个单位，精简人员编制341名，下沉乡镇人员编制56名，节约人员经费和运行经费合计约4300万元。再比如在山西河曲县，随着单位数量的减少，现职部门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减少1050万元，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、五险一金等支出每年减少1.33亿元。砸铁饭碗的行为越来越多，说明什么？每一个热衷于精简在编人员、削减编外人员、大搞机构改革的城市，背后都有难以启齿的财政困境。除此之外，财政不可持续的后遗症还包括一些地方采取了短期应对措施，比如处置国有资产、拖欠企业账款、债务融资等。这还没完，我接下来要说的才是真正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变化。房地产不景气反馈到财政层面是收入锐减，但各地似乎都卯足了劲，想要从消费市场上挣回来。今年各种狂轰滥炸的鼓励消费措施以及换新政策，本质上都是在强行拉动老百姓的消费需求。底层逻辑是，消费活动带来的交易会产生税收，这对于政府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。不过令人遗憾的是，现在的政策大多都是锦上添花，却先有雪中送炭的，光刺激消费不提高收入，说句不合时宜的话，这只会加剧人们的反向消费情绪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们终究绕不过这个坎，因为必需品你非买不可，每年不坐高铁没关系，但是你能做到每天不用水电燃气吗？也即是说，左边口袋不掏钱，最终右边口袋也得掏，这是你我都逃不掉的。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激流中挣扎的勇者，试图找到那块能够让我们立足的岩石。面对消费的紧缩、就业的压力，我们似乎被逼到了墙角。正常人写文章可能会极力劝诫你不要被眼前的困境所局限，要抬头仰望星空，要保有对经济活动奉献的精神。而我只想简单的告诉你，不要参与内卷游戏，更不要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。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多赚钱、少花钱以及少折腾。